到底是高超音速滑翔弹轨道轰炸机，还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中国外交部的解释为什么国外都不信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英国这个《金融时报》报道啊，包括俄罗斯报道啊，中国是在7月27号和8月13号2次先后测试了可以进入地球轨道，然后从大气层外向地球投放高超音速弹头的实验内容。那么消息一出来，前几天就已经在外媒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拜登都开始表示不安了。然后中国外交部说了，那个不是导弹，那个是中国在测试一种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但是外交部这个解释呢，就好像是往大海里边扔了一袋速溶咖啡一样，马上就被国外的各种技术分析冲得无影无踪了。说白了，大家不相信这件事儿有中国外交部说的那么简单。德国之声采访了美国的相关技术领域专家，美国人说还在试图消化理解中国这次实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中国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而且还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说这个玩意儿好像是违背了物理学规律。美国不相信这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有他们的道理，因为如果是实验重复使用的航天器，那美国人见得多了，什么猎鹰火箭之类的，没什么不好理解的，更谈不上什么违背了物理规律。而且要实验或者说是测试这一类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一般情况下也是要搞几次降落实验，就是把这个火箭发射上去以后，很快飞到着陆场，组织这个着陆回收，让火箭呢发动机朝下开始增加推力，控制下落速度，让火箭呢稳稳地落在回收场上。而且这种实验也不见得一次能成功，通常呢也是要经过反复的实验才能验证出这个降落回收技术是不是可靠，该怎么调整。只有等这个回收技术成熟可靠了，才能让火箭搭载载荷进入太空。所以从一般的实验研究过程来看，中国这次发射实验说是重复使用的火箭，好像也讲不通。另外呢，国外关注的是你中国把什么东西送上轨道然后砸下来了，而中国外交部回应的是，我们测试的是重复的航天器，好像侧重点是在运载火箭上，至于被送上轨道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导弹，这个答案也回避了。其实我们说航天器肯定没错，但是导弹也可以是航天器的一种，这种模糊在美国看来，在国外看来就更加的神秘莫测。如果从航天器跟踪角度来看，我们发射的航天器如果不是高超音速滑翔弹，那么发射后进入了绕地球的轨道，直到最后降落，以各个大国的监测能力来看，对我们航天器进行跟踪测绘是一点都不难的。我们以前发射运载火箭，美国甚至可以向我们提交数据，说你们的运载火箭掉下来几块残片，残片大小是多少，运行轨道的数据是什么，都会告诉中国。意思就是你们这个发射之后残片太多了，表面上是一种抗议示威，实际上是要炫耀他们的跟踪能力的。而只有高超音速武器才会最大程度压缩美国的预警和反应时间。所以专业技术人员对这次发射做判断的时候，他们只相信跟踪监测的数据和结果，外交辞令对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作用。而这么多专业人员的判断是让美国人感到紧张了。美国太平洋地区负责空军战略计划项目和需求的主管人员说了，过去我们对评估中国这样的对手将来会做什么总是充满信心，而这次实验应该会降低美国对中国当前和未来能力的评估信心了。看来中国外交部的答案肯定是对的，但是呢，也故意让其他国家专业机构自己寻找一些更清晰的答案。那么估计也是要从心理上施加一种小压力，我不吓唬你，你们自己紧张就行了。好，关于中国这次发射神秘航天器的后续风波，今天呢我们就简单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次再说。